我自从跑到游戏区这里开始当粪作猎人，就一直在心心念念着传说中的奥拉星2。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，小时候我啥屁事不干，天天就是玩的4399，然后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的百天的游戏，什么龙斗士、奥拉星、奥 V 岛、奥奇传说我都玩。然后过了快10年吧，再回头看当初的游戏，没有一个是不变味的，而且还是往差的方向变。龙斗士直接记了，奥拉星开始玩数字喷弹、息怒大乱斗，奥 V 岛干的批爆，奥奇传说我还没玩，但看了阿汤玩都睡着了。而奥拉星2更是宇宙无敌重量级选手，拥有着传说中还没开服评分就已经跌到2.6的傲人战绩，更是在这次星火测试暴跌到2.3传奇评分，远超隔壁三国杀，甚至于超越地下城与勇士手游，成为新一代的死亡。而这个评分它甚至是有水分的，因为你现在点奥拉星，你没办法评分，你会跳转到预约界面，玩了一手掩耳盗铃，搞得绝大多数人都没办法点进去就开骂。但自从我关注了奥拉星2后，我发现你只要点开他们家动态下面挂的游戏链接，就可以直接跳进去骂了。而这奥拉星2的黑料那是一抓一大把，像鲜为人知食物语和食具残响。奥拉星本体更不用说，恶斗出了一包屎的，还有个别旗下的游戏也在奥拉星2测试时出现了不少波动，甚至于这个测试都是个笑话。给奥义玩家发短信，格纳说你获得了奥拉星2的测试资格，好像是很关心奥义玩家似的。结果自己上架了个叫《精灵大乱斗》的游戏，里面内容跟奥拉星2一模一样，完全把奥义玩家当白痴耍。就这样磨了2年，献祭了不少游戏的奥拉星2，它究竟有多好玩？你懂我的，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，这不得让我亲自下来好好评价一番。看游戏，但是星火测试刚刚开那会儿，我一直在做别的游戏，所以没办法抽空玩奥拉星2，甚至连账号都没注册，搞得我要先花20块钱去闲鱼买个新号。所以开头剧情我没看啊，名字也是什么耍帅勇者小伟。哇塞，我们主角这么厉害吗？直接宇航服都没穿暴露在外太空，你无敌啦！哎，这啥神秘声音？是我脑子里的老爷爷嘛？开始战斗了，我一个人打2个，还有究极进化。虽然和某宝游戏相像，但不能这么早下定论哈，也有可能是奥拉星原创的究极进化。我去，直接斩杀了！还有额外行动，我又打一次啊！不是精灵战斗游戏吗？我为什么能一直打啊？看了一下剧情，讲的是奥拉星爆了，然后我们失忆了，现在我们要赶回奥拉城去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。剧情讲的又是什么4个古神用奥拉之术创造的世界，然后这奥拉之术封印的各种精灵。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火扑象，我们用精灵球直接抓住，接着咱们就可以打2v2了。怎么感觉怪怪的啊？这战斗模式，随后咱们就见到了那个神秘声音，原来是什么第1天灾，一共10个天灾，他最猛，而我们就是英雄王也猛。神武月也出现了，现在我们要和第1天灾还有神武月还有修罗联手对抗外敌，打大 boss 啊！然后神武月的技能还打 AOE 群3啊！不是哥们儿，我玩到现在才发现，这战斗和奥拉星有什么关系吗？打着打着，第1天灾还会产位资源炸一下，有点抽象了。打了半天，终于给他磨死了。我们也是见到唯一认识的角色麦哲伦，反正他叫我们去启程干掉所有天灾。第1天灾由于是我们的好 homie， 所以决定帮我们这样。然后咱们就跑到第1个世界去探索。后面我就不知道剧情了，因为后面我就直接开始跳过了，好无聊的剧情啊！是我最讨厌那种谜语人装深层跳一大堆角色出来的剧情。咱们先随便抓抓精灵吧，反正这种游戏不都是玩了抓精灵设计图鉴嘛？怎么抓？你个抓精灵游戏打架的时候不能抓精灵，你在这战斗之外抓。然后这地图上还有东西可以互动，这个话好像用火系精灵互动不了，用草系的可以。那先让我玩一会儿，看这游戏是个什么事儿。OK， 玩了半个小时啊，你们猜猜我解锁了什么？共鸣，没错，我解锁了他喵了个咪的抽卡系统。为什么你还有抽卡？55抽保底，开局有送10连抽，抽一下吧。哦，出来了，这什么参牙路，开局10连抽就出了。先给他升波级，用签到送的修罗，还有这抽到的路，基本就是平推啊。再让我玩会儿啊。OK， 又玩了1个多小时啊，我卡住了。这游戏有非常经典的卡等级系统，要我升到18级再来。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好无聊啊。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么枯燥无味、这么小的开放世界游戏。虽然有个大地图在里面能互动稍微有趣的东西，基本可以说是没有。能互动的全刷材料和离小红点的位置，然后一堆你要扔特定属性的亚比砸的小石头、植物啥的。整个地图非常的空，没什么东西。偶尔一些角落会有 BOSS 可以打，但这些 BOSS 打起来也是无聊的很。继续就是自动战斗，而且这自动战斗是我玩过目前为止最垃圾的一个自动战斗系统了。这游戏自动战斗要等个3、4秒才会出招，巨慢巨拖，而且有时候打着打着自己就取消自动战斗了，莫名其妙。你说他是会思考哪个技能打出最高伤害，所以才打得慢？那我寻思你也只会用面板伤害最高的技能，根本没有任何思考。说白了，这自动战斗甚至不如你放个连体器在第1个技能上拿块砖头压着鼠标。为什么会这么慢啊？你的自动战斗其实是游戏养成部分，真的巨逆天。你不能用玩神奇宝贝或者以前的奥拉西、赛尔号的视角去看这游戏的养成，你得用他喵的那种换皮回合制游戏的视角去看这游戏。因为说白了，奥拉星
2的养成系统就是个换皮的2游养成系统，非常经典的由任务和活动领的经验升级，升到一定等级就卡住，要材料突破才能继续升。这材料就需要你花体力去打副本，特性需要你用材料去刷，潜力需要你用相同的精力去升星，天赋让你去用材料点，而且所有材料甚至是分开的，输出精灵和辅助精灵还有坦克精灵分别有3种材料要刷。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分开的，甚至游戏还有圣遗物系统，也就是装备系统，装备系统也要干，你真够可以的。玩个抓精的游戏，各种卡等级、卡材料各硬到炸，这游戏卡了等级就只能靠体力硬刷等级，支线任务根本没几个，而且每任务只要你活跃度满了，剩下那些可以给经验的任务会直接不能做，强行卡这个经验真逆天啊！加上这个无聊的大世界，大部分时间做任务都是前后50米来回走，中途不小心撞到小怪还要打架，各种莫名其妙的空气墙又不能爬墙，人物甚至连跳跃都做不到，组成各种空荡荡，各种建筑都不能互动，也是经典空气墙，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 NPC 纯摆设，就连椅子都不能坐。所谓的自由探索就像是个笑话，我完完全全不知道设计出这个大世界的意义在哪里。不会真的有人会觉得在这个空旷的地方找发光点收集很有趣吧？或者有人觉得这个拆属性扔球砸东西有趣，纯浪费大伙时间不是？你说这大世界是给你一种抓宠物的乐趣，就是跟以前一样，有一堆亚比在野外，你可以去捕捉，同时可以能刷出稀有亚比，你抓到之后老开心了。但问题是，强的亚比都在抽卡这块，野外你能抓到的亚比强的就一定是不如抽卡能抽到的亚比的。可能野外有那么几只亚比是好用的，但总体而言，你要养的一定是抽卡抽出的5星亚比。你更不用说，这还只是刚开始测试出现的抽卡亚比。玩过奥拉星的人都知道，百田最喜欢的就是搞个数值膨胀，只要一更新，马上出个数值巨爆炸的亚比，强度直接虐上个版本的 T0，然后更新的又快，每个月出的亚比又比上个月的强不少。而你说现在这养成链路设置的这么长，又要刷特性，又要升天赋、升等级、突破，还要养潜能，你要7只一模一样的亚比才能养满潜能。5连抽要75块钱，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，一只你想要的5星亚比就要花你825块钱，加上本体7只就要5000多。我说你运气好点，加上各种活动都去干，什么任务都去做了，那你这一只5星满潜力亚比也得花2-3个月才能搞到。那你说我养4星不就得了？那4星满潜力要加上本体37只，不会给你装控制的，反正怎么恶心怎么来。而且这游戏作为一个抓精灵游戏，抓精灵限次数还，你不能干一下一天出个4星满潜力亚比。等你真的养成了，百田会给你来一手什么操作？在这个期间出更猛的亚比，人家随便叠个3潜力就能爆你的6潜力。相信百田绝对能搞出这种操作，或者干脆搞个新时代出来，新时代的亚比直接多个按钮啥的，机制完全和旧的不同。说实话，游戏完全可以删去大世界的部分，直接变成了2游那样的点主线按钮去打巨星模式，2个立位跳来跳去讲巨星，然后进入打斗。日常需要刷的材料放另一个按钮，活动和抽卡什么的放别的按钮，反而也没什么意义。这个大世界在我看来就是多余的。可能你说我也玩了，我感觉不是很差，为什么大伙对这游戏会这么严厉？要知道，为了奥拉星2，百田是直接现役掉了旗下大大小小的游戏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展在你面前的这坨答辩是献祭了一堆别的游戏，有可能有好的，也有可能是答辩，反正通通献祭得到了结果。但实际游玩下来，可以说是几百家之短的游戏，无聊的大世界，爆氪爆肝的养成，竞技场彩头，经费估计全就技能特效模型了。我承认这模型和技能特效是挺帅的，但你一个精灵对战游戏，精灵就那么8个技能可以搭，完事的技能还得搭特性，再怎么帅的技能特效玩起来也是无聊透顶。很难想象这样的质量需要你献祭这么多游戏，也有可能功能会好些，谁知道呢？反正在我这里，奥拉星2现在只能排到我答辩排行榜的天仙级，暂定天仙，因为是内测阶段，不能这么早下结论。那么现在日本系列球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赞关注，喜欢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05，我们下期见。